我跟他在一起相处8年了，可是我们俩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一半。作为一个男人，在外边一点应酬，那不都很正常吗？你没有必要给我管得这么紧。在我们相处这8年以来，在我生病的时候你在哪里？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哪里？我所有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我身边，我要你还有什么用？这个事儿是我的错，但是我这个事儿我不已经承认错误了吗？为什么你老抓这个事儿不放呢？不是我不给你机会，是我给过你机会，你根本不知道珍惜。这次你找我还有什么用？我认为我们的婚姻真的就是走到头了，离婚吧。接下来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李27岁，来自吉林，是一名驻唱，有请小李来，有请。女嘉宾小李27岁，也来自吉林，是一名个体，来，有请小李，有请。欢迎两位哈，都姓李是吧？哎呀，这要生个娃就简单了，反正都姓李。这个结婚多长时间了？结婚4年，婚前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是4年，结了婚以后也是4年，现在8年了。哦，你们就8年了哈，19岁就恋爱，对，然后就是彼此是初恋是吧？对。哎呀，这多好啊！今天是说你想离婚是吗？我就觉着我们在一起一共8年了，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连一半没有，就是我就感觉我们俩的婚姻现在已经到头了，我就是感觉我要结束这段婚姻。咱们怎么就能过到头了呢？你是不想离是吧？他就是婚前跟婚后啊，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就是他现在就是一点责任心没有，现在他的毛病简直是太多了，实在就是让我容忍不了。我跟你来讲啊，主持人，他这种人就是恶人先告状，你知道吗？我感觉现在他就是精神分裂，天天在折磨。我怎么精神分裂了？跟他过日子感觉提心吊胆啊！你把话说清楚了。对，回家了，一开门屋里边是黢黑的，我以为这家里没有人，我进屋了。寻思到趟卫生间，到卫生间，我家那个卫生间嘛，门灯开关在这个卫生间里边。我这左脚迈进去的时候，就感觉这左脚就感觉底下有什么东西在那硌着。我就迈右脚的时候，就感觉这屋怎么地下都是东西呢？后来我把灯一开了之后，看见地下全是纸。后来我一抬头，给我吓一跳，这人披头散发的，在这浴盆里坐着，哇哇哭，哭的脸跟花猫似的，给我吓完了。我也是被你折磨成这样了。我怎么折磨你了我呀？你看看我就是身边的闺蜜啊，还有我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朋友啊，人家的老公都是什么样，你自己又是什么样的啊？人家的老公就是除了上班时间啊，平时都陪自己的老婆孩子，这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主持人？你问问他自己啊，就是除了上班的时间抛开外，我挑不了，就是平时的时间出去不是吃喝，再不就是玩。你有几天你是在家待着的？最起码1个星期，我是不是得回来个2、3天？啊？你回来2、3天啊？不是你怎么1个礼拜才回2次家呢？2、3次家，你平常都干嘛去了？因为回家住啊？因为我他回家住也会很晚回来。我的职业是晚上大概最起码得是12点以后才能回家。哦，酒吧驻唱是吧？对，因为我是一个酒吧的一个主唱歌手。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夜生活，酒吧的情况下，最起码得到12点到1点之间，就是或者后半夜回家。有的时候演完出来跟朋友之间喝点酒，因为搁外边老爷们儿避免不了这些应酬。就是你现在回家与不回家，我认为是一样的，回来还不得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就是在家的状态啊，不是沙发上就是床上，就是这2个地方。我的活反而更重了，我不但照顾孩子，我还得照顾你，像个大爷一样。不是，那女人呢，在家那女人不就是照顾孩子吗？主持人，我跟你讲，她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她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我得在那边擦地。2个人在一起做家务，我认为挺幸福的一件事啊。孩子多大？孩子现在9个月。你这种状况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还是其实在孩子之前就这样了？孩子之前嘛，就是多少就是不这么严重，有了孩子就感觉生活压力太大了，他一天就是连在家的时间都没有，实在让我容忍不了。但是我感觉就是他因为一个做家务的一个事儿，跟我导致离婚，我感觉真是就那次啊，就是
跟我好顿吵了，因为这个事儿啊，你不做家务，我这么的，我现在我干活干的多了，我不跟你过了，就离婚，说啥就要离婚。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来今天的节目之前，他在生活里跟你提出过离婚啊？离婚的理由是因为你不做家务。对，后期就是他就是跟我不断的吵，就是跟我俩闹离婚嘛。啊，男人嘛，我寻思我认个错。我说媳妇儿，我这个事儿我错了啊！我说以后吧，这样，我说你别因为这个事儿离婚。你说做家务离婚犯不上。我说以后那家务我来做呗。我寻思你把一切的活就都我做了啊。但是你说我做家务了，他反过来他天天往那一坐，他玩手机。你说我做家务一会儿他。你给我擦那个，一会儿你去给我擦那个啊，让他给我支持的，我东跑西颠的，这还不算。你说我俩看电视，在沙发顶看电视，电视里边出了一个女演员，脸上长个痦子，他就说那电视脏了，就让我拿抹布去擦，我擦3遍也擦不掉。那意思我不光是不做家务啊，你别光说你自己的理好不好？不可能说的就是我一件事办件事的话，我就跟他提出离婚。你这样说的话，对我不公平，知道不？我跟你说啊，主持人，就是我怀孕的时候，他就是对我不负责到什么程度啊？除了工作时间跟朋友出去吃喝玩。就是每天半夜就是不到12点他不会回家了，就是下班早他也不会回家，就是跟人家出去玩。我这个人吧，我胆儿还小，就是晚上吧，他要是不在家的时候，我不敢关灯睡觉。完了每天就是休息不好，就是那个你说怀了孕的人每天休息不好，你说这样对胎儿不光对我，对胎儿也是不好的。我就认为他对这个家简直是太不负责任了。你呢就是自己心理作用，我跟你说，我回不来的时候，我给没给你打电话？半夜的时候，我是不是给你我说媳妇儿，我回不去了，我跟朋友出去吃打电话就证明你对呀。甚至我就是上哪吃饭，他得问我说你去哪个饭店，去跟哪个人去吃饭，有没有女的或者什么的，你给我发个小视频，给我发个照片，就那样式。但是她怀孕期心焦，我理解她。但是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一个事儿，你们就看这是对与错。我给她打完电话，我说媳妇儿，我说我去跟朋友喝点酒，吃点饭，我一会儿就回家。她说你上哪儿啊？我说上哪，我就去了。我就去了之后到那块儿。人家那个饭店吧，客流量爆满，完换个地方之后呢，我也就没给他打电话。我寻思这也不算啥事儿啊。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几点了？你还不回家？我说马上了，我再喝完这瓶啤酒马上回家。我没成想他自己跑出来了，跑到那家饭店门口一看，那家饭店12点多钟已经关门了。已经关门了之后呢，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现在在哪，你必须我趁你2分钟之内，你必须赶到。我开个车，我一脚油门踹到那块儿的时候，我瞅他。那脸全是眼泪，下车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我忙点把我的衣服脱了给他披上了，上去就给我这一个嘴巴，我不明白是咋回事。你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是我怀孕的时候你陪过我几天呢？就是我不怀孕的时候你出去大吃二喝咋都行了，我怀孕的时候你还不陪我吗？我就认为你对这个家啊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不光是怀孕的时候，就孩子生下来你作为一个父亲，你认为你尽到责任了吗？就是主持人啊，上阶段我家孩子就是感冒发烧了，就是来病了，趁他正好在家，给我们娘俩是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的话，这人就没影了。你说我抱个孩子，又去求药，又去给孩子看，又去给孩子就是扎针，我就不知道他干啥去了。那朋友打电话，那有事儿，那我就出去一趟，你就带孩子呗。那你是跟朋友过世，你是有家的人，你以为你单身呢？完我之后我自己抱着孩子啊去打针，完他也没告诉我他去干什么去了。完了之后我看抱着孩子，你说我自己根本就忙不过来。完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啥去了？他还骗我，他说啊那个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求点东西。我一猜他就是说谎，我就给他朋友打电话了。给他朋友打电话，他朋友说的啊那个嫂子没事，那个我俩打会儿台球，一会儿他就回去了。打台球去了，你说孩子这边打针都没看完呢，你说他去打台球了，主持人你说这人就是对这个家有一点点责任吗？就这些我不说啊，我也都可以容忍啊。就是最近啊，他已经触碰我的底线了。最近我发现他又聊上网友了，聊网友不说还见面啊。我先跟你解释一下啊，见面啊，我不是主动的啊，我不是主动去跟他见面。你主不主动？你是不是跟人见面了？他还跟我不承认啊。有一天就是我俩睡觉。我失眠了，我也不是说故意查看他的手机，我对他实际就是对这方面还是挺相信的啊。完了之后就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了一条就是微信。故意的也没事。完了那个，完我失眠我就我就随意拿起来我就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女的给他发的，这个女的我也不认识，发的说的那个你睡了吗？干嘛呢？我一看这个，因为他微信里边的人基本上大多数我都认识。我说这个女的是谁呢？完了我就按她的名义，我就给她回了几句。我说你干嘛呢，或者怎么回事？完了
唠他就下道了。那女的说我想你了，怎么回事？完我就以他名义，我一听那就不对劲了，我就以他名义给他回，我说想我，我说那你出来呗就，我说能出来不？完那个女的怎么给我回的啊？昨天晚上我出来，我回去我妈都被我妈发现了，今晚上不能出去了。我当时我这脑袋我就感觉就是嗡一下子。就感觉根本就是我不相信，就是我俩就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重，知道吗？他告诉我他去打台球了，因为他平时爱玩台球啊。我也对他这方面是挺相信的，就是贪玩点啥的我也都可以容忍。但是我就认为这次就是触碰我的底线了，即使有孩子，我就认为就是这段婚姻就是到头了，我不能再容忍你了。有吗？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一个聊天，因为什么呢？我们两个人之间吧，处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来讲，在我内心当中来讲，他管得我特别严，在我心里就是感觉就是生活上感觉跟他之间像有点矛盾了。我内心当中我感觉自己特别憋屈，就是老爷们让女的在家管这样特别憋屈。上网聊聊天，就是跟他聊了几句，聊了大概也有个1-2个月吧。见面几回？就见面1回。怎么样见的？就是没有他想象当中说发生什么事儿啊，就是俩人。为什么晚上去见面呢？白天你也不是说没有借口没有机会啊。那女的是说是昨晚，不是昨天。我就感觉你说话现在我就是完全不信，就是欺骗，他对我就是欺骗。后悔吗？后悔。实话后悔吗？是真实话。女生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是吧？不光是我不允许，我认为就是作为任意一个女人都容忍不了。你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吗？没有。这个事儿有多久了？刚刚发现。不久前才发生是吧？对。所以现在还在一个很极端的事件里。整个情绪现在都不对，是吧？按理说你如果坚持离婚的话，离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到这个舞台上来呢？毕竟有孩子嘛，就是如果没有孩子，我认为就是可能不用来这儿，我是这么想。所以其实你是挺难受的，换而言之是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来吧，一波三折的。我一开始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是认为说孕期的反应啊，这个生育之后女生的一些反应，大概一些生活的磨和男生不知道怎么去做，贪玩带来的这个家庭现在的危机。听到这儿的时候又觉得大逆转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白老师。两位好，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先生说大夜里边的坐在浴缸里哭，是因为这件事情吗？是因为这件事。啊。那如果因为这件事情，那他哭就会被解读成为精神分裂，那你难道要让他笑吗？自己的先生怀孕的时候不闻不问，生产了之后变本加厉，那你觉得他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去面对你呢？凭什么女人生孩子就天经地义，照顾孩子做家务就天经地义？另外这位女士，有今天的结果是您自己的一个必然。刚才主持人赵川老师一直在反复的问他以前是什么样，你说其实以前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孩子，所以问题显得没有这么的冲突性这么强，麻烦事儿没这么多。你一直就是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然后你现在在这儿抱怨，难道你没有想过吗？你如果怀孕生孩子，你这样的一个星期回2天家，还好像变得给了你特别大的恩赐。我回他不少，我1星期回2天呢。他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还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也只能说，那你也只能为你自己去负责任。所以你要真的说拿这件事情来去说这是底线来去做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拿出一个真正的底线的状态，自尊的去面对它，而不是只是在那儿浴缸里边嚎啕大哭，那个只能让他换来他今天的嬉皮笑脸而已。谢谢。好，谢谢白老师啊。徐总。女生今天来的目的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我呢，32岁结婚，39岁有自己的孩子。曾经很多人都说，或者我的亲戚朋友说，你结婚结得太晚，有孩子有得太晚。你要是女儿出嫁的话，你都已经是至少60岁以上。但是其实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我婚结得晚是对的，孩子有的晚也是对的。一个人只有在对自己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期待了很多年，知道来之不易的情况下，你才会去珍惜它。有很多事情，你才会想得明白。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结得太早，没有对一个角色有太长的期待，他是不会珍惜这个角色。即便是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跟我的妻子在处理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依然还能够感受到我作为一个男人有的时候的幼稚。所以说，一个男人什么情况下他会缺失责任感？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太年轻。的确有些男生是成熟的十分晚，甚至这一辈子他就长不大，他结了婚跟没结婚是一样的。结婚前我该打台球打台球，结婚之后我也该打台球打台球。年轻就会让一些男生就是不懂得家庭当中的责任感怎么去付出。第二，我们太习惯了拥有。你们俩在一起4年，结婚4年，在一起8年，其实爱情已经逐渐的上升为了亲情。当一个人太习惯于拥有，比如说我太习惯于拥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睡在我身边，每天晚上等我，等等等等的时候，你就会忽视这个人的存在。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会缺失责任感，道德观太低。男生反反复复说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女人照顾家庭带孩子天经地义。如果说你所说的这种天经地义，从传统的审美上来说的确如此，女人不生孩子难道男人生吗？女人不带孩子谁带？自古以来5000年就是这样的。当然也因为你们东北的地域文化。好，我暂且认为你说的是对的，的确很多年来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但是当女人天经地义的应该生孩子，应该照顾孩子的时候，应该哺乳的时候，那男人是不是也应该天经地义的有点责任呢？对吧？你不能光说他天经地义，你难道没有天经地义的责任吗？你也有啊。但是你做的怎么样？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丈夫1个星期回来吃2、3次，这还叫婚姻吗？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男人是做不了什么的，你也体会不了她难受不难受，对吧？你脚肿得不像样子，前面天天背着个袋子，半夜3更，孩子要吃他就得起来喂。对，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但男人干不了什么，男人唯一能干的就是让他快乐一点，舒服一点，对吧？是不是？那你干了什么呢？所以说不要说以传统的要求来要求他，却以现代的要求来要求自己。那你找老婆是干什么？你想要求他负起家庭的责任，但是你使用的方式真的让自己很没自尊。你比如说他1个星期只回来2、3次，你采用的方式是闹，是哭，这有意思吗？如果要做到一个让男人尊重的女人，当发现这个男人不负家庭责任，说1次没用，说2次没用的时候，如果我是你，应该是有尊严的离开，不是离婚啊，是离开，让他不那么习惯去拥有一个人可以长久的忍受自己，让他缺失一段时间生活当中没有你的日子，而不是用言语反反复复的去责骂他，那样的话反而把自己拉得很低。你现在的眼泪已经不值钱了，你没发现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虽然掉着眼泪，这个男人依然满不在乎的说，我觉得这没什么，
聊个网友算什么？你照顾孩子有什么？你生孩子有什么？是你把自己放得太轻了。教训这种男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做一个让人尊重的女人。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低头，你明白吗？你的目的是让他有责任的爱你、爱孩子，这种回归才是有用的。因为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意识到这8年来的不容易，意识到自己作为父亲、作为丈夫的这个角色的分量，他愿意回归，那么你的眼泪是值得的，你们还能好好过下去，明不明白？你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如果当生活当中真的缺失这样一个跟你相伴8年的女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成长。但是我不希望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你成长。闷着脑袋想想，他天经地义下的责任之外，你天经地义的责任是什么？好吧，就这样。这8年来其实就注定了今天嘛，就从他们交往开始，从他们恋爱的模式开始，就注定了会有这么一个事件出来。但是这个事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的话，我其实能理解女生的这种状态，她完全是无助的，对吧？心里面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她大概是2个声音嘛，一个声音是说，哎呀，为了孩子，忍了吧，原谅了吧。另外一个声音说，这怎么可以原谅呢？我这样都原谅了他，未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呢？我的尊严呢？我的自尊呢？抓耳挠腮的在挠墙，是吧？先生可能要好，真的你可能需要特别认真的反思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倒是可以先放一放，没有必要那么极端的说我马上在这个现场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包括回去之后。我觉得你们可能要重新探讨一下这个家庭的模式到底怎么办了。所以我想你们今天不要去急于给彼此一个结论，我们是好，我们是离，我们还是怎么着。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更需要你们冷静去考虑。女生其实你冷静考虑的就特别简单了，其实不在于离婚不离婚，那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对吧？你需要考虑的是，哎，我作为一个母亲，我未来怎么面对我的孩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母亲是需要生活智慧的。曾经他的父亲是这样的，我有没有一个智慧让他的父亲变成一个合格的父亲？如果我有能力，当然我要继续这个婚姻。如果我没有，我驾驭不了，那我只能选择放弃。这不定是个坏事儿，听明白了吗？要自己去评估。男生也是一样哦。就是我真的能通过这件事情，我真的领悟了，我反思了，我能做一个好爹，我做一个好爹，我能做一个好丈夫，我做一个好丈夫。如果我没有能力扮演的话，不要这样，受不了了嘛。这种事儿大家受不了的，就任何一个正常人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心理承受都是有底线的。你考虑没考虑过他就这1年多来经历了多少事情？你那句话我挺认同的，他快疯了。未来的日子应该怎么办？需要你们自己有智慧。选择离婚，尊重你们；选择在一起，依然尊重你们。只要你们好，只要孩子好，我觉得什么样的结果，对于我们这些看客来说，其实都是尊重的。其实从开始到现在发生这个事儿到现在，我逐渐的我自己也后悔。刚开始就是没认识到这种事情这么严重性。其实在我内心当中，对咱们这家，我倒从来没有过说是撂下不管，或者是对孩子不负责。我也想成功的作为一个父亲，在咱们2个之间的感情方面，我没有任何说是不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任何这点想法都没有。只是就是彼此之间有的时候生活压力，你管我管得太严了，感觉我自己有压力，在生活当中就偶尔之间就碰到这一个网友，
但是我希望这一页能翻过去。其实你们碰到事儿的时候，如果能非常冷静的以这样的方式早去沟通，可能你们早有解决的方法了。还是那句话，不急于做出选择，对吧？舞台上面的牵手分手不代表什么，你们去选择生活里的选择吧，好不好？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来，请关门。就你看到一段这个8年的感情出现了这样问题的时候，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挺替他们难受，让他们自己再去考虑一下。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咱们这样吧，环节我就帮你们省却了。我们知道现在你们的选择是还希望改变和好，对吧？是不是这意思啊，先生？妻子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们回家好好先把日子过起来。什么时候你们俩觉得能够面对彼此的过去了，日子过得开始往上走了，我欢迎你们再来。如果你们是开开心心的来，这一切都翻篇了，我们在见证你们那个浪漫时刻，我们也愿意，好吗？这样可以吗？我问个问题啊，先生，你刚才去抱他的时候，你好像眼里有点眼泪是吧？为什么？你这眼泪是为什么？认识到自己确实错了。就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生怕他不能出来，然后看见他出来了之后，我突然之间感觉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受。就感觉他对我还是那份爱还是一如既往。下次再跟女网友聊天的时候，想想今天这一幕的来之不易，你可能就不会往前跨那一步。你说呢？记住自己的眼泪啊！回吧，牵着手回去吧，好好过日子吧，过好了再来。